白金红的专利已经申请了下来，你马上跟麦琪联系一下，约定去法院的立案时间。好，诉讼材料准备的怎么样？都已经准备好了。喂，你又怎么了？说话。我给罗琦打电话了，他接了，然后跟我说你有什么事去找我律师去，然后把电话给挂了。我再打就不接，我打了很多遍，他都不接。罗宾，你告诉我，你觉得罗琦他能这么对我吗？我要见到他，我要见到小安，我需要见到他们。是，他是不能这么对待你。你先冷静听我说，你会见到他，见到孩子。我向你保证，你先冷静。我冷静不了，我冷静不了，我听不了你说，我冷静不了，冷静不了。我要见到小安。好，你先收拾好你自己，其他的交给我。你约了麦飞了吗？我给他打了电话，他没接。打了几个？什么时间打的？我今天早上一来就打了。哦，我已经跟他们前台说好了，让他给我回电话。然后呢？然后我就一直在何塞办公室。你为什么要在何塞办公室？是他找的我，他来了一个游戏客户，让我陪客户玩游戏。他让你陪客户玩游戏，还玩了一上午。我总不能当面拒绝他吧？废话。那他一定会暴跳如雷的。那就让他暴跳如雷好了。可是我看得出来，他一直想要拿下这个游戏客户。他想拿下，就让他自己去拿。我不懂你为什么要留在他办公室陪他玩游戏。因为我不想跟他闹太僵。他前段时间一直揪着我要我简历来着。那好，我问你，如果他以后让你去陪酒呢，去陪其他的呢，你都陪吗？如果不答应，一样会闹僵的，一样的。喂，你跟罗琦约的几点？正在约。他不同意，对不对？没有。这样，你到我办公室来，我把他也约来。就这样。你现在就去找麦飞。好，我马上给他打电话。不是打电话，是去他律所找，让他下午无论如何说服罗琦来我办公室。啊，那我直接去找罗琦就行了。你听我的好不好？我可以跟他沟通的。他不会信任你的。为什么呀？我又没做任何伤害他的事情。一个人信任不信任一个人，不取决于他是否伤害过他，而取决于他到底站在谁的那一边。即使我站在你这一边，也不代表我会出卖他的利益吧？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来进行辩论。是这样的，罗琦他早就知道我是你的助理，但他还是很信任我，什么都跟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很多事情他不跟我说，却跟你说呢？是不是他觉得你会反对他？他跟我说是因为我不认识季宇啊。这是办公室，不是聊天室。你为什么还要站在这儿？去啊！哎，您好，我约一下麦飞律师，谢谢。哦，好的，请找稍后麦飞？您好，我是全景律所罗宾先生的助理。罗宾先生想让我跟麦飞先生约一下时间。廖主任，找你的。对不起，麻烦您跟罗宾律师说一声，我今天临时有事，不能跟他见面了，谢谢。麦飞律师今天真的是有事情，所以取消预约也是正常的。对不起，可是我们这个事情真的很重要。麦飞律师，无论如何，今天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们约一下罗琦。好，我尽量。好，那我们在律所等你，无论到几点，辛苦了。这小姑娘还挺有股劲儿啊，怪不得罗宾喜欢她。哦，我打听过了，他们只是工作关系。跟谁打听的呀？打听那人要不就是没把你当朋友，要不就是眼瞎了。哎，肖凯丽走了吗？哦，你要是早点回来就见到他了。说服他了吗？咱们是长盛的法律顾问，她是长盛的女朋友。
王慧珠不但是长盛的前妻，也是长盛公司的股东之一。他告王慧珠来找咱们，那是不是找错门了？你可不能跟他这么说。哦，我没说，我劝了半天，算是劝住了。但能不能让长盛跟王慧珠说说呀？别在网上骂了，就算骂也别骂那么难听啊。长盛这人我了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就希望咱们能把这个事情给他按下去，所以我一早就去找王慧珠，跟他好说歹说，说的口干舌燥。他说告吧，随便告，大不了输了赔钱。不是赔钱的事儿，还得赔礼道歉，公开的。是，所以我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最后他答应了，把之前的微博都给删了，再也不指名道姓的骂人了。你以后不许再让黛西陪你的客户打游戏。是他愿意的。不管他愿不愿意，你都不能直接找他，为什么？因为他是罗宾的助理，你要找他必须要通过罗宾的同意。不，罗宾也可以用我的助理啊。你再说一遍。是这样的，丽娜，律所对全体实习生的归口管理是在我这儿的，罗宾的除外。封印没这么跟我说呀。你是不是想让我现在去把封印叫来，让他亲口跟你说？这个是罗宾找实习生的先决条件，任何人都不许管罗宾的任何事。麦飞说他尽量。什么叫尽量？我要确定的时间，去把时间给他敲死。主任，嗨，我跟你谈两句。快去啊！好。昨天干嘛去了？我出庭啊，接不了电话，我解释过了。那你助理呢？我批评他了，他电话摔坏了，拿去修了。人事部门说了啊，他到现在也没有填入职表。他还是实习期呢。那也应该填实习登记表。填过了。填的什么呀？姓名、性别、电话还有住址。我估计那住址都是临时租的。老大，你要相信我。我是相信你，但是你要让我清楚，否则别人不知道我和那姑娘什么关系。行，那我改天给你提供一份详细的尽职调查。我没在跟你开玩笑。我也是认真的，从小学查起，不，幼儿园。你最近没什么事儿吧？没有啊，真的没有？真没有。刚才我从何塞的办公室经过，他在里边大骂范小天儿。你认为这事跟我有关系？对，确实有点关系。他居然叫着我的助理跑去他办公室玩游戏。他也是为了工作。老大，这您都知道。我一直以为你每天坐在办公室，没想到您足不出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行了，我这耳朵都听着发热了。我说的是真的。喂，长盛总，你怎么越调解事越大呢？我找了慧珠聊了，她答应的好好的。对，你跟他说，他要是指名道姓的骂肖凯丽，骂对了，人家可以告他侵犯隐私权；骂错了，人家可以告他诽谤，侵犯名誉权。是啊，我逼着他把之前的微博都删了，他也答应了我，再不写类似的东西了。对，他更变本加厉了，直接写绿茶 X 小姐，谁都能看出来 ，X 就是肖的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嘛。我马上去找慧珠，马上跟他沟通。长盛总，你千万别着急啊。完了，回头我马上跟您汇报。都不是省油的灯。我去找王慧珠，肖凯丽要是闹过来，你就跟他说，我们正在解决。那他要是让咱们给他维权呢？你就跟他说不要告，告不解决问题。那他要是非告不可呢？
那他只能找其他的律所，咱做不了他的律师。我就说利益冲突。你就尽量跟他说不要告，告也告不赢。凯丽，你听我说，大家各退一步就没事了。啊，我知道，我知道，我马上过来找你。行，那你先来吧。找麦飞律师。啊，你千万别告诉肖凯丽我去找王慧珠了。哦，我就说您去见客户了，马上回来。他可能要让你给他写一个律师声明。咱不能写啊，程程一定会急的呀。所以你就尽量说服他，谣言止于智者，清者自清。哎，您好，又找你的，我先走了啊。主任您慢点。你怎么又来了？你生怕别人不怀疑咱俩呀？罗宾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我们这儿都快乱套了。你今天可是跟罗宾约好了，要跟我们聊探望权的事儿呢。好，好，好，你这样，你们下午过来吧，我下午都在律所，随时过来，行吧？嗯，好。我走了啊。嗯。麦飞说他今天都在律所，我们随时过去就可以。好，我知道了。那我先回座位。梁红，你自己也是律师，所以我才知道这个案子的难度。所以这件事情我要认真想一想，不能马上答复你。那你什么时候可以答复我？我们真的很急。我们？我们指谁？你跟你丈夫？请问你丈夫知道我是你前男友吗？他知道我前面有过男朋友，但我不确定他知不知道是你。我也没跟他说过。他也没问过我呀。那你们怎么就决定要请我来做你们的诉讼代理人呢？因为他四处打听谁是这方面最好的律师，大家都跟他推荐你。他本来是亲自要来找你的，但后来知道我们是同学，又是曾经的同事。没错，那时候他是丰印的客户，我们是丰印团队的成员。你可以让他继续找丰印。丰印老了，全怕少壮，你是少壮派。我接不了。为什么？我不想面对你丈夫。哎，没事儿，他是个心胸开阔的人。我没那么开阔。你不了解他。我不需要了解他。他要是认准了你，他认准了我，我就要接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他要是认准了你，就会一直找你，甚至会亲自来找你。那我就亲自拒绝。为什么呀？难道这么多年，你一直没放下我吗？官司有输赢，我怕万一输了，你们会认为我在蓄意报复。可是你从来没输过。那不代表以后不会输。行，输了我们就认。我认不了。那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肯接呢？哎，什么事儿啊？这么大气？是蓝红吧？有一个成语叫明知故问，他来找罗宾干什么呀？还有一个成语叫守口如瓶。我知道啊，她老公啊让人给告了。重温第一个成语，明知故问。那你说，这罗宾他会接吗？重温一下第二个成语，守口
如萍。先生，啊，你好，我叫季玉，是罗宾的朋友，跟他约好了。您先稍等一下，我先给罗宾律师打个电话，确认他在不在办公室。他在，通过电话。您先稍等一下，我给打电话确认一下。喂，您先在这坐一会儿。丽娜姐，前台有个人要找罗宾先生。好，我知道了，谢谢。放这儿啊。真的麻烦您先在这边休息一下，和真的好麻烦，我不行。谢谢。请。谢谢啊，好久不见。确实好久不见，这么长时间都忙什么呢？我就是随便问问，你就说什么都没忙就行。可是我确实有事情在忙。忙点也挺好，比闲着强。我不喜欢忙。季先生到了。你叫黛西过来吧。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跟季玉有些事情。行，那我先走了，你好好考虑考虑，拜托。走了啊。她是谁啊？你猜？前女友。你怎么看出来的？我蒙的。哼，俩人还联系着呢。并没有。你有多久没见他，我就有多久没见他。那他干嘛找你啊？跟你一样，也要探望权，他也离了。你的脑回路也是清奇的很。是你说的，我跟他是一样的。我说的跟你一样的意思是，你们都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我这样的专业人士给你们提供解决方案。他可以去找别的律师，不是偏得找你。说你的事儿。看我又来一个。你马上联系一下麦飞，我们现在过去。不用联系了，他都在，我们随时过去就行。介绍一下，季玉。你好。黛西，我的助理。助理。就是你吧？啊，给罗琦出了馊主意，不让我见小安，还要终止我的探望权，是不是？我当时不认识您。这跟你认不认识我没关系，是你没有资格这样做，懂吗？你还想不想见小安？我想。那你最好对他客气一点，他损招多着呢。你不让我见我的孩子，你能落什么好啊？损人利己的事儿你干，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你干它干嘛？季玉，你要再这样的话，你的事儿我真的不管了。我只是不太理解，有什么不理解的呢？他不认识你，也不了解你。罗琦跟他说你十恶不赦，他就信了。罗琦跟他说我十恶不赦是吗？罗琦跟他说的。我来点个外卖。不是要去见罗琦跟他律师吗？是啊，在哪儿啊？在人家律所。那你订什么外卖呀？我是看你并没有想去见的意思。不是，我就是说是我不太理解，仅此而已嘛。如果把你不理解的事儿说的让你理解了，得办个培训班，一句半句说不清楚。得理解了，现在，就按你们说的做，反正能把探望权解决了就成。那我们走。啊。请起。麦飞律师马上就过来了，各位在这里稍作休息哈。谢谢。没关系。季先生，您先坐。你又等着，那底下也等，上来也等，那我干嘛不在你屋里等？好的，您稍等。又怎么了？法院来电话了。好，我去接个电话，马上回来。
他可能一会儿就来了吧？你看他正在接电话呢。那个？对，那个。好，没问题，谢谢。这等多久了啊？懂不懂尊重人啊？他侮辱我，诽谤我，哎，我为什么不能告他？你是什么顾问啊？啊，长盛还付你钱呢，你什么律师啊？你懂律师吗？你凭什么呀？有什么话慢慢说好吗？别着急。你哪位啊？大律师罗宾从来都没有输过，留下全景律所的合伙人。好，那我问你啊，如果有人写了一篇文章，在网上传得到处都是，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所有认识我的人，包括熟悉我的人，都知道说的是我，我能告他吗？可以啊，当然可以。你确定？我确定。人家大律师都确定了，你为什么说不可以告？你怎么做律师的？我是对您负责任，告有可能赢，也有可能输，人家也没指名道姓，是您自己对号入座，这样很有可能输的。那就任凭他泼我污水，是不是啊？那你怎么做律师的？肖律师，那你就再泼回去嘛。他指桑骂槐，你就含沙射影。当然不可以，别人告你怎么办？那我就说我没骂你，是你自己捡骂，法院还管捡骂的事儿？还真管，有这种案例啊。依据你凭什么告我？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影射型侵犯言论的主体指向性判断规则。影射型侵犯言论的主体指向，我觉得吧，那个影射型指向言论说的就是我这事儿啊。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啊，罗琦刚给我发微信说他今天可能不过来了。为什么呀？要不你们去刚才那会议室再等我一下，我这边还有客户。等一下你忙完到19层来找我。好，我们走。我不走，刚才就在你办公室等着，上了在那儿会议室还是等着，现在又回你19层等着，我们为什么要等着？实在抱歉，我现在还有客户。不就是一点小事吗？我就想见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见？为什么处理不了啊？你告诉我原因是什么呀？事实上是罗琦不同意你见孩子，是罗琦不同意调解。我正在努力做他的工作，我希望您能给我些时间，好吗？给不了，没时间。你们是在如果要是您是这个态度的话，原因我觉得我也没必要做他工作了。我什么态度呀？他没必要做工作了。你做什么工作了？怎么做的工作？人你都没给我做了，你做什么工作了？季玉，我们直接去找罗琦。走了。我再说一句啊，就这家伙，你找他打官司，放弃这个希望啊！不要找他，太次了，一点小事他给你弄得特别麻烦，特别烦人，然后他收你特别多的钱，证明他特别的重要，你特别重要。对不起，我们坐下说。刚才那个律师说的什么影射性言论，什么意思啊？是这样，您男朋友长盛是我们的客户，所以说平时你有什么任何事情、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来给您解决。但如果说您执意要告王慧珠女士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来接受您的委托。为什么？因为王慧珠是长盛的前妻，他们俩共同创立了长盛慧珠集团，王慧珠至今是集团的股东。然后呢？您执意要搞集团的股东，我们是集团的法律顾问，按照利益冲突原则来讲，我们不可能接受您的委托。你为什么不早说啊？因为我们一直在接受长盛的委托，想方设法说服您和王女士和解。我们在做您的工作，同时我们也在做王女士的工作。奇了怪了，原来从一开始你不让我告他，就因为你站在他那边，是不是啊？不是，肖女士，你当我是傻子是不是啊？我一把握什么东西我都告诉你，话不能这么说。他那边什么？你女朋友什么时候让我见一下呗？那小安什么时候让我见一下呗？你能不能回答我的问题？我女朋友你应该认识呀。谁呀？蓉蓉。蓉蓉。啊，你跟蓝红分开之后，你姐不是给你介绍过女朋友吗？什么叫介绍过？是太介绍过了。什么网友、驴友，甚至刚认识的，乱介绍，烦死了。哼，
不是什么意思啊？你新女朋友不会跟罗琦有关系吧？闺蜜、仇敌？没你想的那么庸俗，只是他给你介绍过。哎呀，给我介绍过？对，罗琦把蓉蓉给你介绍过。你刚才说那女孩叫什么名字？蓉蓉，我说了很多遍了，蓉蓉啊。可是我怎么对这个女孩子的名字根本没印象？你没见她？难怪呢。我说我怎么会不记得人家的名字？就那天我跟罗琦陪着她等你一下午，你也没出现啊。那天是哪天？2009年。2009年。2009年你们俩就好上了。那时候你应该是我姐夫吧？不是，你的脑回路也很清晰。我跟他之后就没有见过，最后一次见面是半年前在机场，航班延误了，我们被困在那儿，那碰上就聊两句呗。而且说的都是你，我一直在给他道歉。航空延误应该是航空公司道歉吧？为你相亲没去道歉，明白吗？那天一直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呀，很尴尬的。不可能，我不接电话说明我在工作，我不方便接电话。是因为她是何塞的表妹。她是何塞的表妹？还是亲的。何塞知道吗？知道什么呀？知道你放他亲表妹的鸽子？回去问问蓉蓉不就知道了吗？哎，这事过去很久了，他不在乎，我也不在乎，你也不必太在乎。好，这事情我们不再说了。嗨，嗨，啊，我跟何塞有事儿，你先回去。拜拜，常来。拜拜。你先坐一下，我送一送。不急不急，你忙你的。何塞知道你跟他表妹的关系吗？应该不知道吧？蓉蓉嘱咐过我，别跟任何人说。按道理，你我都不应该告诉。他未婚，你离异，有什么不能说的吗？蓉蓉这人比较谨慎，要不就是怕罗琦生气吧。罗琦是怎么认识蓉蓉的？在你们公司还是律所的年会上，我没关心过这事儿。要不你回去问问罗琦，不行，我现在问蓉蓉也是。哦，不用，我就是随便那么一问。罗宾，要不这事儿你别管了，我自己去找罗琦，亲自跟他说成吗？你不要着急，稍安勿躁，一定会解决的。再多问一句，罗琦知道你的女朋友是蓉蓉吗？应该不知道吧？我又没跟他说过，他知道这事儿不更炸了？那小安见过蓉蓉吗？在我妈那儿好像见过一次，我当时也不在，我问我妈。别，我也就这么一问。电梯来了。不是，我主要就是怕他被他那个律师给挑唆了。刚才23楼的律师，你看，我懂。不是以前挺好的，我每周都能见小安一次，现在突然不让见了，说什么去旅行啊，在国外啊，我还真就信了。我说了，稍安勿躁，剩下的事情全部交给我。不，我还是不放心你。你说了交给你了，可以吗？交给我，放心回去吧。我真相信你啊，回去好好休息。我相信你。罗老师，明天立案的材料哦，我都已经准备好了。啊，我刚才给罗琦姐打了个电话，他怎么说？我就问他说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见面，他说最近估计都没有时间可以见面了。然后呢？然后我就跟他说，问题总归要解决啊。以后你做什么事情之前，能不能先跟我说一声？您之前不是跟我说我不用事事都跟您汇报的吗？我懂了，罗老师，我现在就打算到融科律所去找罗琦女士的律师好好聊一下，可以吗？你不用事事向我汇报，
坐。哎，实在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没关系，完全可以理解啊。什么事儿？你说。马龙很快就要跟我们签约了。好啊，恭喜你，又签到了一个大客户。哎，不，还没有签到，没有签到，只是意向。啊，有件事儿啊，我必须要得到你的许可。什么事儿？我想呢，明天借用一下黛西。干嘛？马龙对黛西印象深刻。不，我重新组织语言啊！你不要误会这事儿。我没有误会。你一定是误会了。真的，我并没有误会。眼睛，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你的眼睛告诉了我你误会了。事实是，你刚才只说了一句，马龙对黛西印象深刻。对，就是字面的意思，印象深刻。我也是这么理解的，字面意思印象深刻。那就好。坐。这个马龙啊，你不了解他。哦，确实不了解。他呢，他很挑剔，而且很难讨好的一个人。你们俩很相似。我跟他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两个人的性格很相近。对，他是挑剔，我是严谨。不同意。马龙呢，始终认为他的律师应该是一个懂游戏的人，不光是懂游戏，还要是一个游戏高手。我就为了他，我在游戏上花了很多的时间，但是呢，我的游戏造诣始终离他的要求吧，还差那么一段距离。可是黛西呢？黛西她是个游戏高手啊，所以我就想明天我带着她一起去。这样，你就跟黛西说，我同意了，但是她自己愿意不愿意，我也不能强迫她。另外就是时间问题，明天她要拿着这些材料到法院去立案。不，立案谁去都可以啊。你的意思是说，让我自己陪着客户去立案？不，干嘛？我让我的助理去啊。他对知识产权这块并不是太熟。正忙，这是他的专业。他的博士导师曾经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正忙，拿着去立案。明天立什么案呀？自己看啊，材料都在这儿呢。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问我，问黛西，或者是问罗律。去吧。去呀！何不？搞定了。可是何律，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实习的时候，封印也是这么对待我们的。如果一个助理连到法院去立个案都搞不定，那他就不要干这行了。可是现在黛西不在，只要你同意了就好。谢谢。不客气。如果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我配合的，我会麻烦你。我不会嫌麻烦。谢谢。谢谢。你真有什么事要麻烦我吗？暂时没有。我不承诺帮法律框架之外的忙。那当然。谢谢。丽娜，你跟黛西说啊，说我找她，是罗宾让我找她。她回来之后，赶紧去我办公室，或者给我打电话也可以啊，一定一定。对，我同意的。
你们俩什么情况？我是说你跟何塞。很明显吗？太明显了，除非我眼瞎。我只是听从了你的建议而已。哪一条？友善。你说何塞是个好人，我们俩应该彼此友善。一定有别的原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何塞的表妹是季玉的未婚妻，何塞应该还不知道啊。他早晚会知道的。他跟他表妹的关系好吗？他反正知道你姐姐要把他表妹介绍给你，结果你没有去见，这也是你们俩关系微妙的原因之一。蓉蓉当时本来是想让我介绍你给她当男朋友，结果我拒绝了，所以她才找的罗琦。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以为你知道，他一开始找的是何塞，何塞把他推给了我。哎，到底是罗琦不愿意来呢，还是你不让他来？那是你自己想问我，还是罗宾长你来问我？我是主动请缨的。那你是以罗宾助理的身份来问我，还是以我女朋友身份主动找我闲聊天呀？我提醒你一下啊，我们这个律所呢，虽然不是哪里都是监控，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知道。你好。你好，罗宾现在正好有事儿，来，你们先到这边等一下。哎，先到这边等一下。哎，他说的很多东西不符实。有什么事儿吗？对不起，我需要和您谈几分钟。不好意思，我有客户，请你到隔壁的会议室等一下。我只需要1分钟，我现在就可以说。你打断了我们。我是罗琦的律师，他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调解。如果说您的朋友季宇先生想见他的孩子，那就去法院告我们吧。我们法院见。哎，喂，快，非常对不起，打扰你们了，我应该把他拦住，是我不好。没关系，你们继续。不好意思被打断了，您继续说。我以前在书本上见过“处事不惊”这句成语，没想到这次真的是见到本人了。谢谢您的夸奖。你还要给这种人工作，还要给这种人当助理吗？不是，你先冷静一下，你又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儿。你别再替他辩护了。我没有辩护，我这是辩解。我没跟你开玩笑。任小年当初是我们的客户，后来成为了你们的客户，我们不也没有说什么吗？任小年是你们先激怒了任小年，所以任小年才来找的我们呀。即使我们不接，他也会找其他律师、其他律所的。同样的道理，肖凯丽之所以不找你们找我们，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办法给他想要的。肖凯丽想要的不见得是符合他利益的呀。当初任小年之所以选择你们，也就是因为我们给的专业意见和他想要的不一致啊。任小年和肖凯丽不一样。什么不一样？任小年是和你们解约以后才来找的我。你说的太对了，解约。任小年好歹和我们还有约呢，可是肖凯丽呢，跟你们压根儿就没有约。所以啊，所以罗宾才可耻啊！他是在我们律所认识的肖凯丽，是在我们律所我们的地盘上，这叫什么呀？不择手段，唯利是图。麦飞，你冷静一下。罗宾他不是这种人，你肯定误会他了。他是哪种人，不是哪种人，你怎么知道啊？你们才认识多久啊？好。如果罗宾真的像你说的那么的不择手段、唯利是图，那么他当初就不可能会为了我去跟任小年翻脸了。不是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啊？你真的不知道别人都怎么传你们吗？怎么传？说你们的关系很特殊，说罗宾从来没有为任何人跟他的客户翻脸过，你是唯一一个。那要是你觉得这样没问题的话，我觉得都交给你了。太谢谢了，耽误你这么长时间。哪里？应该的。那您费心，好吗？好，拜拜，谢谢啊。拜拜。拜拜。罗老师，我会找时间和麦飞解释的。解释什么？解释您的为人。我看你是太闲。去资料室查一下影射型金田原论的相关资料。喂。我问我妈跟小安说什么了，我妈就急了，给罗琦打电话，俩人就说急了，然后我妈就说要告罗琦。告诉你妈千万别冲动，我是律师，你要相信我。罗老师，
我会找时间和麦飞解释的。解释什么？解释您的为人。我看你是太闲。去资料室查一下影射型侵权言论的相关资料。喂，我问我妈跟小安说什么了，我妈就急了，给罗琦打电话，俩人就说急了，然后我妈就说要告罗琦。告诉你妈千万别冲动，我是律师，你要相信我。真要走诉讼程序，这是漫漫长路，你懂吗？这官司不知道会打到哪一天，你能明白吗？大姐，你都知道了吧？明天咱们俩一起去见马龙。我明天还要去立案呢。不，那个事儿已经交给郑芒了。没有人跟我说啊。那我现在跟你说了，罗宾已经同意了。哎，这都很正常，案子是案子，友谊是友谊，而且我觉着你接了肖凯丽，还比其他人接了更好。出去。今天我，哦，对不起。把门关上。不好意思，我的助理。没事了，我们接着说。能和解就和解，不能和解，他要起诉也没办法。即使你不接，他也会找其他人。顶尖律师也就这么几个，咱们抬头不见低头见，撞上是难免的。你是原告律师，我是被告律师，你们起诉，我们应诉，这就是律师的工作。我们也不是什么敌人。谢谢你。不客气，挂了。黛西呢？他在何在办公室？怎么要我叫他吗？对，同时告诉他，只要我的办公室门关着，任何人不准进来。你今天怎么了？感觉有点异常。季玉的妈妈要告罗琦，我给罗琦打了好几个电话，他一个都不接。我去给他打一个试试。你不要介入。我有一个电话是专门用来在唯品会下单用的，除了打快递，从来没有打过别人的电话，没有人知道。喂。喂。你好，请问是罗琦女士吗？对，什么事儿？幼儿英语了解一下。他没事儿。就是不想接你电话，可能是生你气了吧？好吧。那个黛西，我去跟他解释一下，刚才你肯定把他吓着了。有吗？你发起火来，连我都得躲着你。我发过火吗？对你。蔡同学，你这是3年级吗？哦，哎，不是，什么事儿啊你？我接孩子。接孩子啊？你们家孩子叫什么呀？叫纪晓安。罗小安。到底叫什么小安啊？我姓纪，孩子他妈姓罗，所以这都差不多吧？什么叫差不多？你连自己孩子姓什么都不知道，你跟他什么关系啊？我是孩子父亲，我接孩子，我孩子父亲接孩子啊，跟你们一样。留下好人，我跟你说。你看，哎，说不出来了吧？你不能走，家长都注意啊！来，看好自己的孩子。同志，弄好他必须说清，你不能走。保安来，保安来，保安，怎么了？我接孩子。抓他！你怎么了？你干什么呢？你干嘛？
去给肖凯丽起草一份律师声明，下班前交给我。都说些什么？侵犯名誉权，转发要负法律责任，必须立即删除，否则后果自负。人家全文通篇都没有提到过肖凯丽这个名字，人家只是说绿茶 X 这个姓既可以是姓肖，也可以是姓夏呀。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在这儿推三阻四呢？恕我直言，我真的觉得您有点太不爱惜羽毛了。鸟如果太爱惜羽毛，就只能关在笼子里。我不明白，您为什么非要替肖凯丽这种人发律师声明呢？你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如果文章中提到的所有的事情他都做了，那他有什么好声明的？哦，你干都干了，你还不让别人说啊？你为什么学法律？维护正义，公平公正。那我们就来谈一谈什么叫公正，什么叫正义。在此之前，你认识肖凯丽吗？了解她吗？别说了解，根本都谈不上认识。就因为网上有人在疯传她是小三儿上位，你就认为她寡廉鲜耻，这对肖凯丽公平吗？网上那些攻击她的人，又有多少跟你一样？你们认为这叫正义？我承认我不了解她，那您了解她吗？据我所知，您也不了解吧？您为什么非要替一个自己根本就不了解的人去发律师声明呢？如果您刚发完声明，人家就挖出真相，啪啪打脸，您不觉得很丢人吗？这才考验你律师声明的水平。喂，您是罗律师吗？我是。我们这儿是望京派出所，请问您是季玉先生的律师吗？喂，蓉蓉。我一直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呀？我实在没办法，就找了何塞。我是罗宾。哦，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没事了，小误会。真的没什么事儿，放心吧。嗯。你找谁啊？啊，我找罗琦，他搬走了。搬走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就这1半天的事儿。您确定吗？确定。拉那么大一个箱子，我以为啊他出差呢。那请问您知道他搬哪儿了吗？这个我不太清楚。哦，对了，他给我留了一个电话号码，说是他朋友的，有什么事儿给他朋友打电话。来，您记一下。麦飞。
哎，找我啊？罗琦在哪儿？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呀？罗琦之所以搬家，之所以让小安换学校，那就是想躲开季玉。那如果你知道了，罗宾就会知道；罗宾知道了，那季玉一定会找上门。你知不知道？季玉因为太想念小安，他今天堵小安校门口，被人家当成人贩子给抓了。派出所一个电话打给罗宾，让他去接人。你想吃什么呀？这商场里全是你爱吃的，有你爱吃的重庆火锅。我没有和你开玩笑。我们能不能把工作和生活分开啊？你怎么这么无动于衷啊？啊！剥夺一个父亲见孩子的权利，你不觉得太残忍了吗？那你让法院告吧，你去让告罗琦吧。如果他支持他的诉讼请求，他判下来了。麦飞，你太不近人情了吧！我怎么不近人情啊？我只是个律师，我能做当事人的主吗？那你可以起码建议一下当事人吧。你怎么知道我当时没建议呢？行，你告诉我罗琦在哪儿，我去说服他，行吗？戴旭，你辞职吧。你不适合做律师，你得学会抽离，要不然你还活不活了？怎么抽离啊？好多人都转咱们的律师声明了，都已经上热搜了。这就是当初为什么麦飞和廖佳敏劝你不要去理会。我才不管事儿大，我就是要告他。那就先挑几个罪大恶极的告一下，敲山震虎。好，那先这样。我过来就是要跟你说一声，我已经接受季玉先生的委托，准备起诉你姐姐罗琦。你现在可以给他打电话核实此事。起诉什么？我们准备诉罗琦故意设置探望障碍，使得探望人无法见到子女，遭受精神痛苦。我们要求精神赔偿，让小安的母亲赔偿小安的父亲。不仅如此，探望权受阻可以成为更改抚养关系的法定诉讼理由。你是要把小安从他母亲身边夺走？这是你姐姐罗琦咎由自取。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咱们俩在同一间律所，我已经接受了季玉先生的委托。根据利益冲突原则，除非你从全景辞职离开全景，不然你不能做罗琦的律师。而你姐姐罗琦现在的律师是你的学生麦飞，我一定要给他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他至今不接受调解，也不告诉我们你姐姐和小安她在哪儿。好，我们现在找不到她，那我只能申请法院拘传你姐姐罗琦了。还有件事儿，我本来不打算告诉你，但是我现在又想告诉你了。季玉的母亲想要投诉你被我拦住了，你不必谢我。投诉我？投诉我什么？老太太怀疑你是在故意拖延时间，因为据我们所知，你姐姐罗琦打算要把小安送到国外去，所以我们必须马上起诉，刻不容缓，把你所耽误掉的时间都夺回来。而你呢？你作为一名律师，你假装去帮助季玉，骗取她的信任，而你实际是在帮着你姐姐转移和藏匿孩子。季玉找我的时候，他就知道罗琦是我的姐姐，我为什么要去骗取？也许他想象不到，你搞不定你姐姐，你更不舍得起诉她。好，我来做你搞不定的事情，你做好准备，等你姐姐败诉的时候，给她递纸巾吧。罗宾老师，
哎，罗老师，季玉，季玉，我想跟你好好谈谈。我不想跟你谈，你靠嘴吃饭，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把黑的说成白的都是没饭吃的，牢饭除外。你闭嘴！我不想听你说话，听你说话真的很烦。我不想和你交流。你干嘛来这儿啊？你看看这什么地方？拳击馆，靠拳头说话，耍什么嘴皮子？靠拳头说话是吗？要不然呢？好，那咱们就靠拳头说话。听我的，不要起诉。我就是太相信你，就是要起诉。你还知不知道你起诉的人是谁？那是你女儿的妈妈。我是被罗琦逼的，我要见小安，我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也不管别人付出什么代价。季玉，我提醒你，如果罗琦因此被拘传，小安会恨你一辈子的。你考虑清楚了。把忧伤丢在等你的伤口，微笑着牵起你的手，温暖的陪着你走，把孤独留在等你熟睡以后，把彷徨踩在冰冷的街头，让我把黑暗都带走。我的爱
需要感受。人间繁华，旋转木马，我都陪在你左右。我的爱需要你用一生来感受，什么都不说，只需要你安心。的手跑步来的，穿的够随意的。看来你的拳击水平还是有待提高啊。拳头能解决问题，谁找你们律师啊？所以你还是感谢法治社会的，否则你早被打死了。记住，我是一个好律师，听我的就不要告。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穿这身衣服？知道吗？我想穿的随意吗？我不想，我跑着来的。知道我为什么跑着来的吗？我睡不着，我焦虑，我失眠。一晚上，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去告你姐？要不要？你一点不了解我，我太痛苦了。否则我不会早晨5点钟爬起来，我就跑到这儿来，一条街接一条街，一条街接一条街。所以，罗大律师，我没空跟你抬杠，知道吗？哎，等一下，等一下，哎，早上好，季先生，您几楼啊？同一层。自从你跟我说了我不懂感情之后，我认真的反省了一下自己。反省的结果呢？我懂感情，我能够体会到季玉作为一个父亲的痛苦。作为一个父亲，是有权利探望自己的子女的。探望权，又称见面交往权，是指离婚之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亲或母亲的一方，享有与未成年子女的探望、联系、见面、交往和短期共同生活的权利。出去啊？没有，我来接人。罗律师好。季先生是吧？这边请。肖凯丽的案子你要跟紧一些，问问大致的开庭时间。麦飞在跟咱们商量，问是否可以和解。那你怎么回答？我认为可以。你为什么觉得可以？人家都已经删了微博，而且也服了软了。那如果我当众羞辱你，然后在私底下找你，跟你说算了吧，你开个价，你会答应吗？这不是一个性质的问题。王慧珠为什么要骂肖凯丽啊？难道肖凯丽没有做对不起人家的事吗？我建议你不要当我的助理。就因为我的想法跟您不一样。这罗宾请的是助理呀，还是奶奶呀，还是少奶奶呀？哎，这要是我的助理，我早给他开了。你是法官思维，不是律师思维。你一直在判断谁对谁错，而不是在维护你当事人的权益。我是在维护他的权益，但是帮理不帮亲啊。律师就是应该尽一切可能，帮助自己的当事人争取最大的权益。我认为最大的权益是公平。如果你已经预设立场，你已经做不到公平。我没有预设立场，我只是觉得肖凯丽她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那么占理。如果你不认同你的当事人，甚至讨厌你的当事人，认为他不值得同情和帮助，你就不应该接受他的委托。抚养权纠纷，没有一个大律师愿意接这样的案子。如果不是因为罗宾，你也不会接。我不是因为罗宾，我是因为蓉蓉。蓉蓉是我表妹，我是她表哥，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她求我，我是懂感情的。是吗？你以为我是跟罗宾致谢？不是我以为，是所有人都这么以为。那就是所有人都错了。我希望呢，你也跟罗宾去解释一下，
啊，如果他能说服罗琦，我乐享其成，我也不愿意对簿公堂。喂，你好。罗宾今天都有什么事儿？他现在正在和他的助理激烈的讨论问题。我不是在跟您争辩，我是在跟您模拟，一旦起诉，肖可丽她会遇到什么。罗律，我们在开会，你有什么事儿吗？你既然非要上法庭，那我们就先来模拟一下。怎么模拟？你还是原告律师，你是原告，我是被告律师。我来模拟被告。那谁模拟法官呢？丽娜。丽娜不行，一旦她行使了自由裁量权，那你不张嘴你就胜诉。我来吧。开庭。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被告罗琦与我当事人原是夫妻关系，后因夫妻感情破裂，协议离婚。但被告多次无端阻止我的当事人探望孩子，甚至是藏匿孩子，导致我当事人无法行使探望权，严重影响了孩子的身心健康。且被告未经我当事人同意，擅自将婚生女儿纪晓安改成了罗小安，请求法院判决：一、变更婚生女儿纪晓安抚养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鉴于被告拒绝履行法定探望权的义务，为维护我当事人和子女的合法权益，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原告已经向贵院依法申请强制执行，但被告拒绝履行，因此原告才诉请变更抚养权。被告的代理人有什么意见吗？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还有什么意见？我的当事人依法提起反诉。我国婚姻法明文规定，探望权可以被终止。婚姻法第38条规定，如果行使探望权有不利于对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终止其探望权。你等等啊！我去探望我自己的孩子，怎么就影响他的身心健康了呢？照你的意思是说，这两个人离婚了，不看孩子是对的，看孩子反而是错了？不是说你探望孩子不对，是说你探望孩子对子女的身心健康不利。不是，我还是没明白，怎么我去探望我的孩子，我就影响他的身心健康了呢？我十恶不赦吗？我做错什么事儿了吗？罗宾，你知道小安对我多重要，你知道的。请当事人保持冷静，控制情绪，保持冷静。法庭啊，坐。有一天，你把孩子接到你家，然后你突然中午有事儿，你就出去了，就把孩子丢给了奶奶。奶奶告诉小安说，你爸爸帮你找了一个新妈妈，以后你就有2个妈妈了。孩子从你家回来之后就一直情绪低落，学习成绩下降，而且还经常做噩梦，这严重影响了孩子的身心健康。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奶奶说了这种话？别，何律师，你先停一下。关于这件事情，我求证了我母亲。老太太说了，她当时跟孩子说这些话的初衷是想孩子知道，1个妈妈代表1份爱，2个妈妈代表2份。有很多人爱这个孩子有什么问题啊？事实上，这给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那照你这么说啊，只要是爷爷奶奶说了哪怕是1句半句让孩子不高兴不开心的话，那么爷爷奶奶这一支的人就都失去了探望权了吗？对呀，这没有道理啊！按你这逻辑说的话，90%的爷爷奶奶没有资格去看孩子了。探望权是探望权人的合法权利，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不能因为爷爷奶奶说了一句容易引起起疑的话，就剥夺探望权人的法定权利。
被告还有什么理由吗？原告离婚后，长期酗酒，患有酒精依赖。根据婚姻法第38条第3款，探望权人有酗酒、吸毒、赌博等恶习，并可能危及到子女的安全的，可以向法院申请终止其探望权。被告代理人对我当事人的指责完全是无中生有，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我的当事人请求法院判决变更抚养权，完全是因为被告罗琦情绪暴躁，在工作单位与同事经常发生矛盾，被怀疑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我们去调查了他的原单位，我们这儿有他的人事总监的一份报告。他的人事总监亲口说，为了让这个人走，他们宁愿花更多的钱。这是该名人事总监的书面证词。卑鄙！这个明明是他们违反劳动法在前，他们不得不赔偿。请当事人控制情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6条规定了4项具体的法定事由：父母一方与子女共同生活，对于子女的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的，对方可以变更抚养关系，应给予准许。原告的证人证词是不能被信赖的。该名证人和罗琦女士有私人恩怨，属于公报私仇。罗琦去看过心理医生，看过心理医生，恰恰是说明他非常重视自己的心理健康。但是酗酒是严重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偶尔喝多几次，那不能算是酗酒。不是偶尔喝多，是经常喝多。原告醉酒之后常有暴力倾向，曾多次酒精中毒致精神障碍。就算是酗酒又怎么了？贝多芬的父亲他也酗酒，还经常醉打贝多芬。哎，这能说明什么？那您的意思是，父亲酗酒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了？我是说，不能仅仅凭父亲酗酒就断定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中国古代还有一句话叫做“棍棒底下出孝子”呢。那您是被您父亲打多了还打少了呀？请保持肃静。小安，小安，小安。就在前几天，原告还醉倒在我家，这是我家客厅用于防盗的监控，请大家看监控录像。大爷不让我进去，我说谁是小安？我说季小安是我孩子。请问跟这样的一位父亲生活在一起，是否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罗宾，你不觉得你卑鄙吗？我赌博吗？我吸毒吗？我只是喝点酒而已，其他我还做什么了？你说我有暴力倾向，我打过小安吗？你是我最信赖的朋友，你录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干什么？你让我在这等你看。我是在给你实弹演习。实弹演习，打官司就是上战场，开庭就是开战。还告吗？还告吗？我觉得就不要让我们家继续出庭了。不，出庭也可以啊，但是有一点，记住，你一定不能生气啊！冲动是魔鬼，如果别人发现你是魔鬼了，那怎么会支持你的诉讼请求呢？有一个阶段我是天天喝酒，后来还是罗宾帮我找的医生看的。他那时候知道我为什么每天喝酒，我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的东西。他不能拿这事儿来伤害我，他不能。哎，我求求你了啊，你别说这些事儿好不好？既然你请了我，我说话，你不要说话。可是这变更孩子抚养权对于罗琦来说，他
太残忍了吧？是你妈想要小王，跟他有什么关系啊？那咱如果是真打着官司上了庭，是不是还是有可能会像今天这样？我刚才说过了啊，今天这只是一个模拟，如果真的是实战的话，这只能算是个热身。而且我还提醒你，你如果真的跟罗琦对簿公堂了，那你就不能再这样儿女情长了啊！你们俩就是敌人。外姐啊，我想你给罗琦一点时间，让他静一静，空一空。他现在不想让你找到他，你找到他又能怎样？姐，无论如何，我们两个人见面聊一聊好吗？他把孩子藏起来，肯定是因为怕季玉找着孩子抢走了藏起来，只是先下手为强而已。罗老师，我知道罗琦姐在哪儿了，在哪儿？跟我走。如果是这样的话，您看您能不能找出一些关于对方类似于赌博呀、酗酒啊，或者说是虐待子女这方面的证据呢？这不合适吧？我其实就是不想让他见我孩子，但是我也没想置他于死地啊。罗姐，您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但是打官司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在比狠，比谁狠，要不然就不打了。我确实不想打官司，本来挺好的，各走各的路。他结个婚，对吧？我带着孩子好好过，井水不犯河水的。您想的是井水不犯河水，可对方不想。对方想的是井水河水都想要，现在是对方在搞您，要求法院强制执行探望权，所以您现在应该想的是如何面对被告、被诉、被执行。那我能全权委托你吗？不能。你怎么找来的？你在我身上装 GPS 了？能让我跟我姐姐聊聊吗？我想跟你好好谈谈。我都找律师了，你要谈跟他谈，你跟我老谈什么谈呢？那好，那我先给你普及一下法律知识。我是犯法了吗？我犯法了，你就把我抓起来。你能不能别闹了？你这都是闹情绪。法律规定，我跟你说，法律规定这些事情太深奥了，我根本听不懂。好，那我跟你说大白话哈。小安出生之后，当时你生病了，住院，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小安那时候就跟着他奶奶在一块生活，包括中间也生活过一段时间，包括去年你出国去考察。小安也是一直跟着他奶奶，所以说，如果人家对方要求，法院是会去考虑的。小安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孩子，他忙活了10分钟，我忙活了10个月，凭什么归他呀？自动取款机啊，谁插卡归谁呀？那你告诉我，你怎么跟小安解释以后他见不到他爸爸？你怎么跟他说？出国读书，出国呀，那就不用解释了。钱呢？我有啊。谁给的？季玉当初净身出户。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你，那是他自愿的。是，他是自愿。可是他之所以自愿，是因为他想让你跟小安你们俩能过得好一些，能安上一些。他绝对不会想，你带着孩子远走高飞，从此以后见不到自己的女儿了吧？麦飞，哎呀，麦飞，你跟踪我？手机上有定位这个功能，我就使用一下这个功能而已。你如果不想让我找到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软件关了呀。你要是关了的话，我就找不到你了。你真的生气啦？我也不知道。哎呀，什么叫你也不知道？就是字面的意思。那你到底是生气还是没生气啊？我说了，我现在真的不知道。
我最近很累，我也很烦。那你告诉我，你怎么跟小安解释以后他见不到他爸爸？你怎么跟他说？出国读书，出国呀，那就不用解释了。钱呢？我有啊。谁给的？季玉当初净身出户，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你。那是他自愿的。是，他是自愿。可是他之所以自愿，是因为他想让你跟小安你们俩能过得好一些，能安上一些。他绝对不会想你带着孩子远走高飞，从此以后见不到自己的女儿了。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什么不告诉你？你早就知道，就不肯说。你这没头没脑的，你指什么呀？蓉蓉，早知道了是吧？就瞒着我。我之前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不骗你，在这事儿出之前，我也很久很久没见季玉了。我跟你说，我最讨厌这个人。原来为了巴结你，一天到晚围着我解长解短的，后来用完了，说走立马走了，特别势利。现在知道不合适了吧？也不敢说，也不让人说了吧？这缺心眼的，还挺听他的。你就是因为这个，不让他见小安？我还能做什么？你教教我，我还能怎么做？他每次出现都是一副胜利者的样子，你瞧他嘚瑟的，全世界就他最好，就他最棒，就他最会嫁人，就他最会结婚，就他最当女人。他是谁呀？我还要接受他教育我的孩子怎么做人，他给我孩子买礼物，啊，在小安面前表现的他跟圣母一样，他多成功啊，我多失败啊！姐呀，小安，哎呦，哎呀，哎呀，有没有想舅舅？有。哦，舅舅，我跳的可好了，老师还表扬我了。怎么表扬的？老师说我又进步了。真棒！他们把我跳舞的视频发到快手上了，好多人给我点赞呢。是吗？嗯，太棒！舅舅，你能来看我演出吗？当然可以，没问题。那你跟舅舅说，你还想请谁来看你演出？我还想让爸爸来看我表演，我好久没见到他了。小安，你再跟舅舅嘀咕什么的？舅舅累了，赶紧下。哎。妈妈，爸爸能来看我演出吗？爸爸出差了，他有很重要的事情忙。好吧。让舅舅先给妈妈拍，来。来啊！好，来看舅舅啊！下位开心一点。演出成功！成功！小朋友来这边集合。啊，这边。啊。走啊！季玉，快上车，我带你去见小安。哎，季玉，咱还立案呢。别着急，肯定能赶上。慢点喝，慢点喝啊！啊，轮到你了，去吧，去吧。啊。慢点，慢点。
你好，后台在这儿是吧？啊，好，谢谢。哟，不好意思，先生，这是后台，不能。知道后台，我女儿演出叫纪晓岚，她一会儿跳舞，你让我进去看一下不得了吗？不好意思，先生，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不是，其他家长不都进去，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呢？你通融一下，我进去一下。现在家长已经往外走了，您。爸爸，你怎么来了？爸爸想你了，爸爸来看你。爸爸来看我也想你了。爸爸妈妈不是说你出差不回来了吗？小韩有演出，爸爸得来。今天演小公主还是现实？小公主。我的小安就是公主。想不想爸爸？想。有多想？做梦都想。爸爸做梦也想你。想死你了。这一组小天鹅太精彩了！通过舞蹈和形体培养女孩们的快乐、优雅、健康，将是红舞协一直的教育理念。今天的比赛到此结束，感谢家长们。来，小安，睡着了哈，来，爸爸抱啊，跳累，哎呦，那么乖，一会儿回去睡啊，这一会儿感冒了，给送上去吧，啊，好，哎。谢谢。
可多了啊！还有这只，来，给你盖被子啊。爸爸，嘿，妈妈说要带我出国读书，我不想去。爸爸，你能跟妈妈说我不走行吗？爸爸跟妈妈说，不让他带你出国，也不让他走，你们两个都不走，好不好？好，刚才都睡着了，困了啊，累了，接着睡吧。这还有一只鸭子啊，我们一起陪你。这是火烈鸟，爸爸。哦，火烈鸟啊，它有名字吗？有。叫什么？它叫火火。火火。哦，火火是火烈鸟。好的，知道了。爸爸跟火火一起看着你睡，好吗？快闭上眼睛。我叫火火，来自南美洲，就是为了遇见你，小安。快睡觉，小安，快睡，快睡。什么呀？这小安的课程表。他奶奶要是想他的话，就按照这个时间去吧。就是不走了是吧？不知道。那就是不走了，不走了。骆律师，我是长生，我知道你是谁。啊，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我知道你会在这边跑步，所以我就跑到这边来了。哎，我真是跑过来的。我还知道你是马拉松运动的爱好者啊。哎，是廖佳敏告诉你的，肖凯丽说的。啊，骆律师，我之所以没去你的律师事务所，我是想……我懂。我想求您帮个忙，劝肖凯丽把王慧珠从被告名单里撤掉。我喜欢跟你聊天。廖佳敏做不到的事情，我也做不到。只要你愿意做，
您一定能做到。您恭维我？我没有。肖凯丽不是小三儿，我和王慧珠离婚，与她无关。不管有关无关，都不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我不跟你谈法律，您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我肯定谈不过您。即使我答应你的要求，去劝说肖凯丽，其结果很可能也是肖凯丽愤然离去，换一家律所。你要清楚，只要他想告，他一定可以告的。你难道要一家一家的律所挨着牌子去打招呼吗？不，我只是要求，不，我请求您收掉这场官司。王慧珠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她是我们的股东，也是我的前妻，我们俩共同创办了这家公司，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想替她保守这个秘密。你是担心如果这个消息泄露出去，你们公司的股价会波动的？您可以这样理解。所以他在网上怼天怼地的，我都一直一言不发。你可以一言不发，但是肖凯丽不愿意忍受，对吧？我本来寄希望于我的法律顾问，让肖凯丽把这个官司撤了。啊，王慧珠骂了，骂就骂吧，把他删掉就行了。没想到肖凯丽也没那么懂事儿，他知道廖佳敏是你的律师，就跑来找我了。我知道，这个官司，另换一个律师，也未必能打得赢。可是您从来就没输过。谢谢你的夸奖，但对不起，我要去上班了，不要跟着我。罗律师，如果王慧珠输了，她会跳楼的。她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如果她真有精神疾病，法院不会判的。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有这个病啊，尤其是我的女儿，她现在在外国读书，她如果知道了，会因此伤心难过的。你的意思是什么事情都要你合适？恕我直言，你真的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更自私的人。谢谢你了解我。我的建议是，肖凯丽告谁都行，告平台，告转发大户，告谁都行，只要把王慧珠的名字从被告人的名单上撤除就行了。这一点您能做到？我只是一个律师，我要尊重我当事人的意见。您可不是一般的律师。可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罗律师，打赢一场官司对您来说是很容易的事儿。可是我不知道，如果你明明知道你会赢，你也明明知道输的人会死去，您还要不要赢？你确实是个混蛋。为什么是我啊？因为你从一开始就不支持告王慧珠，而且当时你已经说服我了。我说服你了？我怎么觉得当时你是想把我吃了？我不吃人。我跟肖凯丽关系不好，她不会听我的。其实有时候，人们之所以会选择打官司，是因为愤怒的火焰使他们失去了理智。那么我们作为律师，到底是要把这团愤怒的火焰烧得越来越旺呢，还是应该告诉他们，也许若干年以后他们会后悔，会说如果当时有人阻拦我一下，事情也就不会搞得这么糟糕。你告诉肖凯丽，我可以返还我的律师费，我只是希望他尊重我的律师意见，让他只告网络平台和转发的网络大 V， 不追究王慧珠。那如果他不同意呢？你会让他同意。鉴于王慧珠女士已经履行了删除的相关义务，我的当事人撤回了要求王慧珠女士赔礼道歉和赔偿的诉讼请求。现起诉要求，网 YY 公司
及刘颖君分别赔礼道歉，并连带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精神损失抚慰金50万元，以及维权合理开支4.5万元。审判长，鉴于原告对我的当事人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诉讼请求，我方不发表其他的答辩意见。涉案微博中对 X 姓女士的描述宏观而概括，主观上不指向任何特定对象，客观上也不足以使公众推断文字所指即为肖凯丽女士。本案中，在可以同时满足7项个人特征要素总和的人里，足以让一般合理之人将肖凯丽女士与文中的绿茶 X 直接或高度对应，从而理解为该指向性传播被特意用来指称原告肖凯丽女士。从实际情况看，刻意解读者比例极少，且猜测是五花八门，并未造成公众对肖女士的社会评价度降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侵害名誉权的行为构成。鉴于发生不正当性关系是可受社会人伦道德及主流价值观非难的情事，足以损坏他人的名誉，从而降低社会评价。我公司不需要承担任何侵权责任，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按照民法通则诉讼时效规定，沈格格所持有对账单诉讼的有效期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但是如果按照今年年初吕老板给沈格格确认存在质量问题，同意扣款的便条，沈格格的应收款诉讼时效应该从双方最后一次对账算起，那就正好在诉讼时效范围内了。太好了，确实是太好了，哈哈。你认为我没有发现对账单超过了诉讼时效吗？没有。没有什么意思？你认为我是个白痴？我没有发现诉讼时效问题？不，这个我说的没有是，我没有这样认为。因为大家都认为您是一个严肃、严谨、不苟言笑的律师，这是一个好律师应该具备的条件：严肃、严谨。那他们是怎么评价罗宾的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您的助理，所以他们不可能在我面前去评价罗宾的。为什么他们知道你是我的助理，就不在你的面前评价罗宾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您和罗宾是明争暗斗。我和罗宾之间不存在什么明争暗斗啊，我们只是在做人和做事上存在着分歧，但是我们开诚布公，从来没有虚伪的面对自己，也没有虚伪的面对对方，我们不是虚情假意的人，罗律，这个案子谢谢您。去歇待机吧。哎，回去走吗？可以打我的车。不，我还有事，您走吧。我爱顾虑。谢谢。哎，哇，谢谢。你这开庭的时间够长的呀，刚更新的关卡都被我打通关了。4个小时我就说了一句话。鉴于原告对我的当事人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诉讼请求，我方决定不发表任何答辩意见。4个小时就这一句，累死我了。对了，罗宾说让我谢谢您。我现在要回律所啊！忽然通知我们要开会，早知道我搭罗宾车一块儿回去了。我先走了啊！哎，我跟你一块儿走吧，你送我。你又不怕被人看见了？谁怕谁小狗啊！走。天哪！喂，您好，我是里程专车司机，我已经到了。哎，好的好的，我们现在正在出来呢，师傅，稍等我们一下啊。这套诉讼文件是已经在香港办理了公证和认证手续的。
但是送到法院去立案的时候，被立案庭拒收了。为什么？为什么？每个人都翻着看看，看看啊，分一分。这就是你们干的工作。发现问题了吗？应该是广东省写成了广州省。听见了吗？广东省写成了广州省，多么低级的错误！因为错了这一个字儿，我们就被拒收了。这拒收意味着什么？范小天，你说。这意味着要重新做一套诉讼文件。你说的是句实话啊，但这是句废话。还有呢？可能还要再多花几万块钱。比这严重。高峰，你说。文件被法院退回，需要重新签署。可是这样一来一回，耽误了时间。我们很有可能超过了诉讼时效。由于我们的错误啊，超过了诉讼时效，那么客户就会起诉我们，就会要求我们赔偿。这份诉讼文件是我们的一位资深的律师让他的实习生帮着起草的。我怀疑啊，他自己就没有看，就直接把它发出去了。但是就是因为这个错误，现在弄得我们律所很被动，我们还要专程派人飞到香港去给客户道歉，请求谅解。如果客户不谅解我们怎么办？那么我们的律所的声誉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失，而这位资深的律师呢，恐怕也要被告到倾家荡产。这么低级的错误，居然出现在我管理的实习生的队伍中。所以从今天开始啊，你们每个人要参加律所的职业训练，并且通过考核。具体的说，就是由我来决定你们是否可以继续在全景待下去。我知道我欠你一个人情，现在你是让我来还呢。我是代表我们律所来给您道歉的，希望能征得您的原谅。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尽量弥补我们的过失。当初如果没有你鼎力相助，我钟宇现在恐怕还在吃牢饭。你说什么呀？那是您吉人自有天相。我曾经是你的客户，但是后来你去留学了，就换顾杰接手。我对这个顾杰啊不太满意。是罗宾老师出的问题啊！我只给他订了1天的酒店。这件事呢，我可以不追究。重新准备一份诉讼文件，加急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就是多花一点钱而已。但我有一个条件。您说，以后你来做我的法律顾问，你来管我的事，我不想再跟顾杰打交道。这不太好。我知道你在考虑你跟顾杰的关系，你们毕竟是同事，他呢又是创始合伙人，你要顾及他的面子。但是，你们律所应该考虑到客户的感受啊，还有客户的利益啊。哎，如果你觉得你说不出口，那我直接找你老板去说了啊。封印我也很熟的，周总，是这样。顾杰最近家里的事情非常多，他父亲住院了，一直在重症监护室。你知道这个人比较好强，他跟谁也不说，所以人都理解。哎呀，他应该早点告诉我，所以我会告诉他，赶紧去照顾好父亲，不要来照顾我了。客户可以换别人来照顾啊，但孝亲这件事情不能让别人替代。你再考虑考虑，看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哎呀，我求求你了，你不要再替他求情了。哎，我们公司也有董事会，有大股东的。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我可以不计较，但是我总得给他们一个说法吧。这样吧，我就这么说啊，人家律所呢，已经道歉了，啊，也同意补偿，还给咱们换了一个律师。这个律师呢，是他们律所里面最棒的律师，曾经得过
全亚洲最佳律师的荣誉，一般人都请不到的。现在这位大律师同意接我们公司的案子，做我们的法律顾问了。但是呢，我们不能再追究对方律所的过失。我这么说的话，应该就能说服董事会的大股东了。你觉得呢？罗律好。顾姐在封印办公室，在告状吗？她会恨你的。我让他免于被告，免于被追偿损失。但你让他丢了客户，是他自己丢了客户。如果是他自己丢了客户，他会恨客户；如果是你让他丢了客户，他就会恨你。麻烦你让黛西到我办公室来。哎，你知道封印和顾杰他们俩在吵什么呢吗？不知道啊，吵什么呀？你真不知道啊？不知道啊。罗宾揪住一字之差，直接让客户炒了顾杰。你们的一字之差可以让律所成为被告，本来人家告的是顾大律师。丽娜老师，罗宾找你。哦，好。广东省弄成广州省是你干的吧？哦，那个是客户送来的文件，那个文件它本来就是错的。人家弄错了，你也没看出来啊？文件送过来，我就直接交给顾杰老师了。这么说来，是你替顾杰老师背的黑锅了。外面可都说是他实习生干的。他那么多实习生，又不是只有我一个。现在他们双方的争议就在于，究竟是劳动合同还是劳务合同？如果是劳动合同的话，是要你都跟周宇说了我什么？我一直在恳请他，希望他能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为什么要跟他说我父亲病了，现在在重症监护室？因为我希望他能够谅解你。结果就是他变成了你的客户。没错，这是最好的结果。否则他很可能会起诉律所，你也会因为你的过错失误而被追究责任。同时，你一样会失去他，因为他对你的不满已经不仅仅是因为你这一次一个字的失误。这么说，我还要感谢你。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感谢。那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是你突然闯进我的办公室，打断了我和我助理的正常工作，并且质问我到底跟钟宇说了什么，好吗？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我就自己飞过去直接找他了。顾大律师，我希望你能想起来，当初是你找我，你说钟老板不肯接你的电话，是你在求我。是我求你，那是因为我知道你跟钟老板关系好，你们有交情，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会让钟老板换了我。原来你是这样想问题的。好，那我现在认真告诉你，我没有。那你怎么解释现在钟老板变成了你的客户？实力。什么？实力。如果你有实力，你可以抢回去。我所有的客户你随便抢，欢迎竞争，愿赌服输。
好，罗宾办公室。你继续。他们公司在员工的电脑里面安装了监控软件，所以前运营总监在投出简历半小时之后就遭到了公司的辞退。运营总监认为公司侵犯了他的隐私权。他们安装监控软件的时候，告知员工了吗？这个一会儿等白总过来，我们可以问一下。白金红已经到了，比预约提前了40分钟。罗律师，气死我了！别生气，有什么话坐下说。我们的设计总监，我对他多好啊！设计总监？白总说的是前设计总监，不是我。气死我！不是，运营总监在告你们侵犯他电脑吗？对，是前运营总监在告我们。可是我要告的是前设计总监，那是2个人2个事。那你们公司真的挺有意思的，前高管离职，不是告公司，就是被你们公司告，全是白眼了。我们那个运营总监，我要不是安了监控软件，我都不知道他一边在我这拿着高薪，一边跟对手的公司眉来眼去，他还有脸告我。还有我们那个设计总监更过分，他说他父亲生病要回去看他，我说行啊，我就答应他走了，我还给了他2万块钱。你说我做的已经很好了吧？可是他怎么对我，气死我了！你先别生气，啊，有几个问题我们需要问一下。你问。你们公司安装监控软件的时候告知员工了吗？有什么区别吗？针对各类职场常见的监控行为，法律上是有不同的解释的。判断是否侵犯其隐私权，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是否事先告知。监控软件是安在我们公司电脑上，公司电脑是公司资产。我在我自己公司的电脑上安监控软件，还要事先告知吗？但是员工会认为说，你连上个网查个快递都会被公司盯着。我每年拿出10多万安监控软件，我不是盯他们查快递的，我是要看他们工作的时候有没有给我干活。否则，你花8个小时干活，5个小时网上购物，3个小时糊弄工作，那我给你和花8个小时干活的员工一样开钱，那我不是被他们耍了吗？不是说不能监控，而是说安装之前有没有事先告知。我是想知道，你们公司有没有规定工作时间不允许做工作以外的事情？当然。这员工手册上都有的，而且白总明确跟大家都说了，公司电脑是大家上班的时候用的，不可以把个人信息通过公司平台传播，公司技术部是可以看得到的。那就 OK 了。既然员工手册有明确规定，公司的电脑只能用于工作，而且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那么就不构成侵犯隐私。当然不构成。身为运营总监，在我们公司给其他公司发邮件、投简历，这样的高管，你说留在公司？留着过年啊？没错，这完全是他们咎由自取。罗宾他不是这种人。哪种人？他断然不会抢您的客户的。白金红就是我的客户。大家都知道白金红是您的朋友，不是您的客户。他不会娶你的。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我今天去见客户了，还跟客户吃饭了。对，是他请的我，他跟我咨询一些关于并购方面的问题。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呀。谢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你真这么认为吗？事实就是事实，我怎么认为的不重要。那是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一下。你是说我是这方面的专家，它是一个事实，但是同时呢，你也这么认为，还是说我是这方面的专家，它是一个事实，但是你并不一定这么认为？这句话既不是事实，我也不这么认为，就是一句客套话，行了吧？你是不是现在特别想打人？我不打女人，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对我这么不友好。我对你很友好啊，我只是用你平时的方式对待了你。你不是经常标榜这种令人不愉快的沟通方式是忠言逆耳、实事求是吗？好，那我理解你的好意，那我就从今天开始努力学着用一种让人愉快的方式说客套话。我要问一个问题，
我不在律所的时候，律所里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来了一个外星人，宣布他准备占领地球。这不是好好聊天。谁叫你老问不该问的问题啊？不，我来晚了，我想知道律所里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不是很正常？你就不能有点幽默感吗？我一点都不觉得这样幽默。行，是我不好，我重新回答，行了吧？你重新回答。我来律所之前，律所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先生，请问您指的是哪一方面呢？比如说谁跟谁他们打起来了？有的呀，先生。那到底是谁和谁呢？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是如果您非常想要知道的话呢，我可以在罗宾律师不忙的情况的时候，我帮您去问一下，您看这样好不好？您放心，这事情交给我们。我听说顾杰跟罗宾大闹了一场。你吃的是火锅，你怎么知道？一般吃过火锅有正常嗅觉的人肯定能闻出来。重庆老火锅，9宫格，香油、蒜泥调料，这么明显吗？那咱们言归正传啊，我是问顾杰他为什么跟罗宾大闹一场？毛肚、鹅肠、午餐肉、老油条，那么大味儿吗？罗老师，您刚才为什么要打断我？打断你需要给你理由吗？您知道我要说什么吗？您就打断我。给老板普及一下什么叫员工的隐私权，教育老板不要侵犯职工的权利，让老板觉得比你笨，比你傻，什么都不懂，这需要你来教吗？我去他们公司做过调查，大部分员工他们都感觉到非常的压抑，不喜欢公司的文化。他们那个前运营总监之所以给其他公司投简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谢天谢地，幸亏我打断了你。为什么？那我问你，如果不打断你，打算跟他说什么？我打算跟他说，白总，我知道您之所以在公司的电脑上安装职场监控软件，那是因为您发现不打招呼就离职的员工以及消极怠工的员工实在是太多了，其中有一部分还是高管，所以这让您非常的恼火，所以您就决定在公司的电脑上安装职场监控软件。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实时查岗，而且还可以预知谁有离职倾向。那又怎么样呢？可是事实上，员工和高管他们为什么要离职？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对公司很失望。你是在教白敬红如何管理企业吗？请问戴叶小姐，你管理过公司吗？有过什么成功案例吗？我是说，经过我的了解，现在他们公司离职的意愿更加的强烈了。只不过他们为了不被监控到，就选择不在公司的电脑上去投简历、收邮件。公司的监控就只能监控到他们在电脑上干了什么，但是没有办法监控到他们员工脑子里在想什么、干什么。你是怎么了解到的？我跟他们的员工交谈过。谁？告诉我他们的名字。那我不能告诉你。你被炒掉了。啊？明白了吗？我为什么要拦住你、打断你？可是没有可是。我们是法律顾问，是帮助客户解决问题的，所以请你现在出去好好的了解一下专利法和相关的判例。罗老师，我觉得我们这么做不妥。哪里不妥？这对他们那前设计总监不公平。他的作品公司看不上，让人家反反复复修改了那么多年，那人家当然不乐意了。那他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公司说不干了呀。为什么要骗公司说自己的父亲生病了，要去照顾自己的父亲？白敬红的脾气刚您也看见了，谁敢跟他说实话呀？所以你的结论是，公司高管可以欺骗公司，叫情有可原；公司加以制裁，就叫不近情理。不，我的意思是说，公司他应该首先检讨自己。我请你来做我的助理，是来服务客户的，不是让你来给我的客户上德育课的。我这可不是上什么德育课，我这是在讲道理呀。罗老师，在法律上，白敬红他可能可以胜诉，但问题上在这次你是真的被炒了。罗老师，你跟我开玩笑的吧？这有什么好被炒的？那我再说一遍，你是真的被炒了，回家吧。不可能！刚刚您过来的时候，我看到您的小肩膀咚咚咚抖动了一下，您肯定在跟我开玩笑，您在偷笑对不对？你肯定是在偷笑，我怎么可能会被炒呢？对不对，罗老师？出去了解一下相关的判例。好嘞。
怎么了？我最近想休个假，什么假？婚假？年假。是有什么事儿吗？没有啊。你电话一直在震。哦。垃圾电话。行，那你跟黛西交代一下。嗯，谢谢。到底什么事儿啊？如果需要帮忙，随时告诉我。没事儿。旅途愉快。拜。嗨，简明姐。哎，罗宾，我们可是为你报了一箭之仇啊！我跟谁有仇？史上最贵退一赔三汽车案，退一赔三啊，1650万。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没关系，蓝红没有找过你啊？有关系吧？你也去地下车库？当然不。 550万的进口豪华车售前维修过，车主最后获赔1650万元，堪称史上数额最高的退一赔三汽车维权案。车主称，销售商承诺是全新英国原装进口豪华车，但是保养时发现车有过大修记录，一审判决撤销合同买卖，车主退车，销售商在退还车款同时作出3倍赔偿。 我输入我的生日，门就开了。你别紧张，你家又不算什么国家机密。但我的住宅受法律保护，准确的说是受宪法保护。宪法第3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所以啊，那就请你不要知法犯法。那你告我呀，你就告我非法入侵他人住宅。 行为人在未经住宅主人同意，非法强行闯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退出仍无故拒不退出的，原则上就已经构成非法闯入他人住宅，按理应立案予以追究。我在办公室没有答应的事情，在家也不会答应。那我就不离开了。你这是不讲理。我没打算来跟你讲道理啊。 哎，你去哪儿？我走啊。你为什么要走呢？现在是我闯入了你的住宅，你可以报警抓我。你已经劝我离开，但是我拒不离开。报警！我现在帮你打120。怎么了？我不想跟你缠扯不清。 我但凡能找到别的办法，我肯定不会再来求你。但是我没办法了，我一审输了，
现在网络上、报纸上全都是我们的负面新闻，说什么这是史上最贵的汽车维权案，我们必须要上诉。2审对我们至关重要，我们不能被贴上不法商家的标签。我老公被气得心脏病犯了，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我可以给你推荐律所、律师。我不要。你认识的律师我也认识，你推荐的律所我也能找到，但是我不信任他们。我们1审找的也是大律所的大律师，官司输了，他一点歉意都没有。那依你的意思，官司输了，律师要给你写一份检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自己也有律师证，所以你应该知道。我知道我们胜诉的机会渺茫，但是哪怕只有一点点希望，我也要去努力。我们输不起。罗宾，我需要你的帮助。你可以去找何塞。何塞？你怎么想的把我推给他呀？何塞和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比较熟。那有什么用呢？你们之所以1审被判赔1650万，是因为你们被认定消费欺诈。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你们的行为不是欺诈行为，怎么证明？让何塞去找专家，说明 PDI 程序是行业惯例，是否告知消费者，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并且更换车窗、补漆行为，并不会对人身健康、安全构成潜在威胁或者实际损害，所以不构成消费欺诈。现在你可以走了。谢谢你。不客气。以后我们可以做朋友吗？你还怨恨我？不，我不喜欢占朋友的便宜，但也不喜欢被朋友占便宜。你是怕我以朋友的身份占你便宜啊？不是朋友，谈不上占朋友便宜。我不会占你便宜的。2审胜诉之后，1650万就是我们付你的律师费。我们不怕花钱，我们注重的是商誉。就跟何塞谈吧。你确定？我确定。我突然觉得我们有很大胜算的可能。当然，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要给何塞送这么一个大礼包？因为我不想占这个便宜。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后悔。我不后悔。也不后悔什么？无论什么，只要过去的，我都不后悔。向你学习。心想事成。你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吗？
对不起，我还有工作，我真的好几个电话都没回。我听说了你跟你助理的事情，你想说什么？他比丽娜更适合你。你知道我们两个为什么不能做朋友吗？因为你不喜欢听到真话。谢谢你的酒，走了。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我拨错了。你拨错一个电话有可能，但是连续拨错7、8个，可能手机中毒了吧，自动播出的。对不起啊。不是真的有什么事儿吧？没事儿，晚安。哇塞！我去，真的假的？你这是啊？没错，全世界排名前10的法学院。哇塞！你怎么没跟我说呀你？我怕我万一没考上。耶！你怎么那么胖呢你？我终于考上了。这事儿今天必须得解决了。没有资格跟我谈。什么？你松手！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我告诉你，今儿躲得了初一，躲不过15。他谁呀？不重要。不重要，他为什么拉着你？你在大街上被疯狗咬了，你会问疯狗为什么咬你吗？是啊，疯狗为什么咬你呢？你吃早饭了吗？没事，我去帮你买。审判长，被告在交车前对于油漆和窗帘的处理未予告知。被告对我的当事人销售的是一辆大修过的问题车。原告关于车漆打蜡抛光和窗帘更换属于大修的主张，这与公众对于大修的合理认知有着明显的不符。经销商提供了车辆的全套正式进口手续，车辆未被他人使用，符合合同约定。
被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已告知车主本车的维修情况，故可以认定其故意隐瞒车况，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故构成了欺诈。经销商与原告签订销售合同之时，新车尚未到店，也就是说，经销商当时并不知道车辆存在了瑕疵和问题，而经销商将车辆交付给原告之前，已经对车辆存在的瑕疵和问题进行了处理，并且进行了记载，将这些记载的信息上传到原告可以通过一定途径查询到的网络平台上。也就是说，经销商并没有故意隐瞒的意图。你好，你好。蔡老师，你好。那斌，来，看看这是谁，还认识吗？你好。你好。康阿姨，咱们大学宿舍的保洁阿姨，我当年跟康阿姨很熟的。康阿姨，康阿姨还认识这是谁吗？认不出来了。何塞，何塞，啊，塞塞，何塞啊！娘哎，娘哎，我都认不出来了。你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比现在瘦的多的多了。康阿姨，何塞现在就不愿意听别人说他肥。哎呦，虽然他确实很肥。挺好，挺好。康阿姨，您坐，您坐，您坐。听啊，我是您的案子呀。这康健是谁啊？俺爹呀。哎呀，今年90了，稀里糊涂的就签了这么个合同。 90了，这脑子还清楚吗？精神没问题吧？是不是老年痴呆了呀？这是。何塞，康阿姨，您别在意，他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我知道啊。那个，我找了校长老师了，都给我出主意了。说我爹要是糊涂了呢，这个合同就无效了。可是我们家那老糊涂一点不糊涂呢，身体好着呢，口齿清楚，怎么看也不像有病的。哎呀，他就是让中介给忽悠了。不好意思打扰了，罗老师，姚江和他的律师到了。他有预约吗？有，我跟丽娜姐说了，就是约的今天。康阿姨啊，这样我来了一个客户，要去先接待一下。你跟何塞说，您放心，我们一定替你讨回公道。哎，你忙啊，你坐着，你坐着。哎，你忙你的哈。电话在响。骚扰电话。你都没接，怎么知道骚扰电话？打10几回了。今天的日程里有姚江吗？没有啊。有，丽娜姐，你看一下手机，我是在微信上跟你说的。对不起，我忘了。可约到一块儿去了。等一下，你记得把康阿姨的合同复印一下。好，现在就去。这2天你不是说要休假吗？我先不休了。罗老师，不用解释，不是你的错。不是啊，丽娜姐，我感觉她最近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儿，她经常魂不守舍的，你说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我就觉着这事儿不公道啊，不能这么欺负老年人呗。俺爹就是多了，成天在家窝着，根本不知道外边的事情。他脑子里就觉着100块钱，哎，多得不得了了，根本不知道房子的价格。他要知道的话，根本不可能签这种协议。我是姚江的律师海叔。输赢的输吗？哦不，舒展的舒。哦，同音。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好，我也喜欢看门见山。我们希望你们撤诉。撤诉？条件呢？什么条件嘛？哎，我不懂港啊，这个事情呢是这样子的，这是柏静红不要的项目，哎，他自己扔到垃圾桶了呀。我们捡过来之后带到新的公司，我们做大了，他眼红了呀，他就来告我。他说我利用职务之便偷取了公司的信息，不能这么不讲道理吧？
他自己 pass 掉的东西 pass， 你晓得吧？干嘛 pass 就是不要了呀？他不要，我捡起来我做大了，他现在眼红，他来告我，可不能扛。天底下有这么滑稽的事情吗？可是他有专利产品证书，你没有。哦呦，那个证书我晓得呀，那个也是在我们做大了之后他才去申请的吧？那你和你现在的老板为什么没有在这个产品大卖之前想到去申请专利呢？据我所知，是您给他出的主意，找人修改了图纸，然后去申请的产品专利。这从申请产品专利的时间就能看出，这是我们产品大卖之后。据我所知，专利申请被谁抢先注册，对谁就更有优势。我有个问题想问您，你说，您信仰法律吗？忽视专业技巧谈信仰法律是要输官司的，而且一点都不冤。是赔了。我们还没有谈完。我谈完了。如果你觉得还没有谈完，可以跟我的助理继续。顺便说一下，我从不跟忽视专业技巧或者缺乏专业技巧的专业人士谈专业。哥们，看看呀。那你来看看了。咱就走法律程序了，知道吗？我已经到律师事务所了。像这种轻微瑕疵未告知消费者的，是否构成《消费者权益法》中的欺诈行为？这是本案的焦点之一。我接受个电话采访啊，抗议。你说，哭着走了。您说啊，对。你怎么可以让他哭着走了？你还指责我为什么让他哭着走？是你把他甩给我的，好不好？我没有把他甩给你，我是因为有其他的客户。你明知道康阿姨这个时间段会来，你干嘛还约其他的客户？我说了，我马上就回来。马上是多久？1分钟、5分钟？我等了你整整10分钟，你知道吗？律师出售的是时间，你把你自己的时间用作收费咨询，让我在这儿给你还人情啊？你把康阿姨当做人情，你把康阿姨当做情人啊？请你以后不要指责我没有拿你当朋友。那你什么时候把我当做过朋友吗？是的，我曾经有过这个念头，也考虑过把你划到我朋友的候选名单里，但现在被彻底划掉了。鬼才相信。没错，因为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相信。康阿姨那合同就是这么签的，对吧？白纸黑字的，你让我怎么样啊？喂，刘主编啊。他们走了，我给了他们逃生的机会，但是他们觉得冤。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他应该在离开百金红公司当天就把自己的作品申请专利。他只是一个设计师，他不懂得产品专利法。他以后就会懂了。也许他没有以后了。你是说我毁了他？我是说，您应该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一下。他在百金红那里并没有得到赏识，他自己辛辛苦苦设计出来的东西，被老板亲口告知没有市场前景，他当时都抑郁了。不是他对不起他原来的公司、原来的老板，而是他原来的公司、原来的老板对不起他。我们不是他的律师，我们是百金红的律师。但是这对他不公平。我们都知道，这是他的设计，是他的产品大卖了之后，百金红才翻出他原来留在公司的图纸，稍微改了2笔就去申请的专利。是您给的律师意见？是我给的律师意见。我之所以给他律师意见，是因为百金红是我的客户，他跟我们签署了专项法律事件委托合同，我们是专业人士，所以就要给出专业意见，而不是像今天来的那个叫什么书的律师，只会一味地谈法律信仰，却连基本的专业技巧都不具备。但是您在给出专业的意见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兼顾一下公平？公平？你知道什么叫公平吗？公平一定是具体而微的。就像这份合同，按照合同法是完全有效的，
但事实是他们欺负了一个90岁高龄的老人。那难道说我就可以这样站在法庭上，仅仅指责他们缺德，就可以讨回公道、赢得官司吗？但是法律最重要的，还是应该要维护公平，而不仅仅是判定合同的有效性。啊？还有事吗？您再考虑一下。毫无疑问，中介隐瞒了真实的市场价格。如果房主能够掌握到真实的市场价格，绝对不会签署这样的委托协议。老人的身体健康，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而中介公司也不存在任何欺诈、胁迫的手段，或是趁人之危。所以，我方认为这份带有佣金分成的房屋销售代理合同是有效的。法律最重要的是维护公平正义，而不仅仅是判定合同的有效性。而这份销售合同最不能让人接受的就是，原告是一位对中介表示完全信任的90岁老人，而根据合同法第54条，可撤销合同。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而订立；二、在订立合同时显示公平的，而本合同就是基于重大误解订立，同时又显示公平。小罗哎，太谢谢你了！你看我也不知道怎么表示你。阿姨，我知道，如果您一定要谢呢，首先您得谢我们封主任，他很支持我们工作。然后呢，你应该谢谢我的助理，就是他黛西。那句法律最重要的就是维护公平和正义，而不仅仅是判定合同的有效性，就是他说的。啊，这。哎呦，谢谢你了，谢谢助理姑娘了，谢谢了。康阿姨，对不起啊，你们稍微打断一下。史上最贵退役陪审汽车案2审终审判决，被告赔偿原告11万元，还承担了31万1千元的诉讼费，神反转。老大，我建议啊，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形成一个传统啊，那就是每赢了一个官司，我们大家应该一起来庆祝一下。如果这样的话，罗宾律师1周就得开个 party。不，我是说呢，像这种重大的官司实现了神反转的，我觉得这样应该形成一个我们的律所文化，我们要让公众知道，我们的律所是一个什么样的律所。我们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同时呢，应该让主管部门知道。律协呢，准备表彰罗宾律师，为他扶持弱势群体做出的努力。我们律所呢，已经上报了总部管理委员会，准备晋升罗宾律师为高级合伙人。哇！恭喜恭喜恭喜！那我呢？我刚刚为了咱们律所打了一个神反转的官司，1650万呢。娘哎，1650万呐！娘哎，那个小罗啊，你看我给你们多少钱合适？哎，这个事儿当初咱们也没说好呢。康阿姨，您这个不需要钱，我们对您是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免费的，不要钱啊！是。娘哎，娘哎，小罗啊，谢谢你们了哈！康阿姨，不用老说谢，不用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谢谢了啊！那我们送康阿姨出去，走，让她送走你。谢谢哈，谢谢啊，可以了，哎。
可以下班了。谢谢您。那我给您换杯茶吧。不用换了。那我把茶杯还有茶壶给您洗干净。不用洗了。可这是您定的规则，我必须要洗干净。为什么要定制规则？你懂吗？定制了规则，就是为了遵循规则。不对，制定规矩，是一部分人制定规矩，然后让一部分人去遵守规则。可他们从来不遵守规则，还说自己是不按常理出牌。他们是谁呀？不是说好了你不能来这儿吗？我们说好的是我不去你办公的地方。 5000块钱，还有在携程上给你买的回程的票，你现在就可以走了。刷身份证就可以进站，一路平安。南站。 你怎么又来了？你要什么？你说吧。我要你孝敬我，照料我，看护我，心疼我，热爱我。怎么了？这香油进口的吧？ 还真香嘿！我已经给过你钱了。那你呀，好好学习一下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费的规定。那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费，不管它叫什么，反正在法律上啊，你有赡养我的义务，你给我钱那是应该的，那叫赡养费。对，我给你的钱是叫赡养费，不叫保护费。 你不能动不动就来骚扰我、威胁我。我什么时候威胁你了？我来就想告诉你啊，你呀也不能动不动就拿张火车票就把我打发走。这是我家，这是我女儿家。哎，要不你打电话报警啊？我看警察能把我怎么着？ 反正我没地儿去，你没地儿去也不能在这儿。你对我有误解呢，丽娜。是，丽娜，李小娜。你姓李，是我的姓。你走不走？我们好好谈。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反正在法律上啊，你有赡养我的义务，你给我钱那是应该的，那叫赡养费。对，我给你的钱是叫赡养费，不叫保护费。你不能动不动就来骚扰我、威胁我。我什么时候威胁你了？我来就想告诉你啊，你呀也不能动不动就拿张火车票就把我打发走。
这是我家。这是我女儿家。哎，要不你打电话报警啊？我看警察能把我怎么着？反正我没地儿去。你没地儿去也不能在这儿。你对我有误解，娜娜。丽娜，是，丽娜，李小娜，你姓李，是我的姓。你走不走？我们好好谈。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那行，那你什么时候想谈什么再说呗，那着什么急呀？是不是？你到底要干嘛？我没要干嘛，我就是想等你什么时候想跟我谈。你等吧。您好，我在携程上订的房。麻烦您出示一下身份证。好嘞。先查一下。稍等。我用手机支付行吗？我出门时候换了一个包，我钱包在另外一个包里。没问题。身份证出示一下。我身份证也在那个包里。没有身份证办不了入住。手机现在都实名认证了。这个不行，身份证复印件是要上传的。那微信和微博行吗？也是实名认证过的。对不起，我们需要的是有效证件，手机呢不是证件，什么也证明不了。你们就不能通融一下吗？实在不好意思。丽娜姐，你没事吧？我陪你去找他，这不是无赖吗？他。算了，这么晚了，真把他轰到大街上，他还真没地儿去。那他之前都住哪儿啊？这儿混混，那儿混混。现在岁数大了，跟谁混都不招人待见了，就来找我了呗。如果他真的要赖在你这儿，你还真的不好赶他。就算是报警，警察来了，他也是你父亲，你也不能把他赶到大街上去。
欢迎再次乘坐里程专车。谢谢。再见。谢谢师傅。不客气。哎，你们俩今天怎么坐同一部车来上班呀？何在老师，待会儿咱们仨还得坐同一部电梯呢。黛西，你现在跟罗宾学的，这样特别不好。我学他什么了？傲慢。偏见。怎么了，丽娜？哎，何塞老师。哎，何塞老师。你为什么故意不跟我乘同一部电梯？你别惹我。丽娜姐姐今天心情不是很好。谁让她心情不好了？谁欺负她了？反正不是您。那是罗宾。哎，你必须告诉我，否则呢？否则你就不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你想说你本来就不是我的朋友。我没有这个意思啊。那你是我的朋友。丽娜姐最近有一些个人问题。个人问题？我说我最近看她有点不太对劲儿呢，交男朋友了？男朋友看不上她？不会啊！哎，你快跟我说呀，我这血压都升高了。那您赶紧去吃点降压药啊。队长啊，看来再拿啤酒啊，小有多帅。你来这儿干嘛？不是，你把钱包忘家里了，我怕你以为丢了着急就给送过来了。是啊，还专门让老父亲来送一趟。这怎么了？怎么了？这是？没事，那个丽娜脾气不好，都是我小时候给惯的。没办法，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怪我。能理解，能理解。这个当爸爸的吧，都这个惯着女儿。这我们家就是，我爸特别惯着我姐，我姐就脾气可大了，是吧？罗宾，你们家也是吧？你爸是不是也特惯着你姐？是啊。你看这是当父亲的容易吗？你说，要不是怎么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呢？啊，您说的没错。你们领导特好哈！哎，哪天要上我家去啊？我给你炒俩菜，我当过厨子，我有证的，咱俩再喝两口啊。好，没问题。那行，那你们忙活，我就走了啊。辛苦你送一下李叔叔。哎，别，哎，留步，别，我送了您啊。是，这边，这边。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是你父亲？他都跟你说什么了？他说他对不起你，他希望你能原谅他，他是爱你的。那我要是不能原谅他呢？不原谅他也是你父亲。这改变不了。哎，你好，张先生，您的外卖到了，给您放前台了，麻烦您取一下。哎，好，不客气。黛西，有罗宾律师的快递。啊，好。哦，对了，你把丽娜的也带过去吧，他俩都不在。好嘞。他俩好像一起走的吧？谢谢啊。好。他们两个同时都不在律所啊？我记得你上次犯错好像是罗宾听你说的话吧？哎，
我帮你拿吧。谢谢。没事儿。我纠正你一下啊，首先上次那个问题是一个小错误，第二，人家客户本来也没有要追究我们的责任，第三，我已经及时做出了弥补。不过话又说回来，自从罗宾从香港回来之后，客户就变成他的了。你让我深刻地理解到了什么叫做恩将仇报。你看看，我一直等着你们呢。啊，来，罗律师，请。随便坐啊，跟到自己家一样，别客气。哎，坐呀，您别老站着。没关系，我习惯了。您今天找我们来什么事儿？嗨，也没什么事儿，就是这个丽娜岁数也不小了啊，我是想着什么时候结婚吃喜糖啊。你说这干嘛？我把罗律师请家里来唠唠家常不行啊？这个人怕见面，话怕唠。如果罗律师对你有意思呢，那就趁着我在，就把你们俩事定下来了啊。如果人家对你没意思呢，你也就别瞎琢磨了。我们俩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娜呢？丽娜，我是你爸，我还看不出来吗？你喜欢谁？你嘴上不说，但眼睛藏不住。你找我们来到底什么事儿？你说吧。没什么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你只有在需要钱的时候才会想到我。你又遇到什么事了？需要多少钱？你赶紧说。我是真的希望你幸福。谢谢。迄今为止，我所有的不幸都和你有关。琳娜，我们今天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吵架的。您有什么问题，您先说吧。其实啊，我也没什么问题。这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俩。我的事儿不用你管，说你自己的事儿。你看我这闺女。这样吧，咱们也不用绕了，你有什么诉求，就直说吧。其实，我这诉求特简单。哎，养儿防老是吧？我现在岁数大了，而且我一身病，我没地方去，我只能住在这儿。凭什么？这是我的房子，是我辛辛苦苦赚钱买的，你没有贡献过1分钱。就凭我是你爸，你作为女儿，你就得尽这赡养义务。你现在想起来你是我爸了，你老了需要人照顾了，想起来你有这么一个女儿，你早干嘛来着？早知道你今天这样呢，当年就应该把你打掉。当年你就是要把我打了，是我妈坚持的。是你妈要把你打掉。是我心软好吗？我给了你生命。你胡说！你给的我那是耻辱。我得抽你我！干！我警告你，如果你敢打人，哪怕动他一根指头。行啊，长本事是吧？找人打你爸啊！来，往这儿打，往死打！你打不死我，你孙子你！来呀！走。
刻马上！肯定不是跟我说的，你位置上的电话不是跟你说的，跟谁说的？但是是正忙接的，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呢。你怎么了？我可能要被炒鱿鱼了。你干什么错事儿了？你是得罪客户了吗？我什么都没干呀。那把你吓的，是福不是祸。是祸你也躲不过呀。我就顺嘴接个上下句。赶紧去吧，能怎样？是不是？律所要晋升高级合伙人了。啊，是的，我知道，是罗宾。喝的什么茶呀？长青茶。哦，减肥的吧？你开始减肥了？啊？小天儿，出去。我还没弄好呢。没关系的。这是我的工作。你不用工作了。哎呀，你看你把小天吓的。小天，我吓到你了吗？我已经很努力了。我没有说你不努力。那你为什么要开除我呢？我什么时候说要开除你了？小天，他没有说要炒掉你，他是说呢，你现在可以不用在这儿忙活了，我们两个要单独谈点事情。明白了吗？明白了吧？啊！现在请你起来，起来啊！好，出去吧。你说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就这么脆弱呢？你学学人家黛西。好了，现在可以走了啊！转身出去了，快走，把门给我关上。你这个，我知道，你认为呢？罗宾抢了你的客户。我没打算抢回来。我呢，不会介入任何人对罗宾的行动。你觉得我是在针对罗宾？那不然呢？在你和罗宾之间，要想晋升一个高级合伙人，你不觉得这个人应该是你吗？我这么觉得呀，但是没有用啊。封印他不这么觉得。我可以帮你争取。那前提条件是你取代封印，成为律所管理委员会的主任。我需要你的支持。对不起，我不能帮你这个忙。没关系，你没有对不起我，你对不起的是你自己。我建议你一会儿到洗手间，洗把脸，照照镜子，看看镜中的你自己，问问自己的内心，这是你喜欢的自己的模样吗？我问心无愧。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是你跟罗宾在一起做实习律师，那个时候的你朝气蓬勃，壮志凌云。谁都知道你那有名的父亲。哎，你为什么不去卫生间洗把脸，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的模样？我喜欢我现在的样子，形单影只，没有朋友。我不需要朋友，只有软弱的人才需要朋友。你是因为没有朋友，所以你才这么说的。我不认为没有朋友是一件丢人的事，相反，想要朋友却得不到，那才是丢人。喂，您好，我是中介小吴，看您在网上发布的房子，户型地段都特别好，请问什么时候方便过去看房啊？
都方便，有人可以随时去看房。喂，喂，你好，我是中介公司的，方不方便带客户去看一下房啊？有人，你可以随时去看房。他全力对抗，理论逻辑是相互碰撞，字典形容公平，让证据揭开最后真相。回来了啊！你好，你好，我们是上午预约来看房的房产经纪人。你们找错门了吧？没说要卖房子呀，这个。哎，你好，我们是刚打电话预约来看房的。怎么又是来看房子呀？我刚才说了，没说要卖房子。又是来看房子吧？是不是？怎么卖你们家房子呀？我说多少回了？看房是什么意思啊？啊？我不卖房。玩这套。恭喜呀！什么事儿就恭喜？高级合伙人呢？您对我们所的事儿这么熟啊？知己知彼啊！您好，您好，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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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您找谁？找我女儿啊。啊，请问您女儿是？丽娜。不好意思，丽娜现在休假了。休假？上哪儿啊？抱歉，这个我们也不知道。那我找罗宾。先生，先生，请问您有预约吗？你们这不是医院预什么约？不好意思，罗律师特别忙，如果您没有预约的话，可能见不到他。这哪儿那么大谱的？哎，先生，别多闪开你！保安，请上来一下。好，好，好。那什么，我给罗宾打电话，行了吧？我有的名片啊。他怎么不接我电话呀？他肯定在。哎，他伙同我女儿卖房子，不孝敬父母，什么玩意儿？赶紧让他们出来见我来。啊，先生，有王法没王法？要不这样，您先在那边坐一下，我们给他的助理打个电话。我哪有那耐心呢？赶紧的。喂，罗律师今天在律所吗？罗律师今天出庭了，不在，怎么了？前台来了一位先生，他态度特别强硬，他一定要见罗律师。哦，好，我知道了。先生，我已经给罗律师助理打过电话了，罗律师今天确实是在出庭。什么出庭不出庭的？我告诉你们，我今天必须得见到他。怎么了？黛西，哎，这位是罗律师的助理，黛西。您好，请问您找罗宾律师什么事儿？他为什么躲着我？不敢见我呀？对不起，他不在律所。什么律所拦所的？你赶紧把人叫出来！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为什么不接啊？不敢接是吧？法庭上不能接电话。那你告诉他，他要是敢把我女儿房子卖了，让我无家可归，我住他们家去。
那除非罗律师同意您住他们家去，如果他不同意，对不起，您还真不能住他们家去。我为什么不能住啊？啊，你说不能就不能啊？你是谁呀？违背住宅内成员意愿或无法律依据进入公民住宅，或进入公民住宅之后经要求退出而拒不退出的，被称为非法侵入住宅罪。乱七八糟的，我不懂。我告诉你，你别跟我这卖弄你读过书上过学。我读书少，但我也不是好欺负的。罗宾不在是不是？行啊，带我找他们领导去。对不起。你别老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的，你麻溜着带我找他们领导去。不孝敬父母，天理难容啊！还有人管没人管了？他宁可把这房子让那野男人给卖掉，也不让他亲爹住，天理何在啊？是您抛妻弃子在先吗？谁跟你说的？是罗宾还是丽娜？丽娜出生的时候您在哪儿？丽娜她母亲去世的时候，您又在哪儿？我告诉你啊，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是吧？父母的心也是肉长的。孝敬父母，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禽兽父母另当别论。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呦哎呦！我这心子，哎呦！您这是？哎呦！哎呦！喂，120吗？这里是金辉大厦。你们两个到网上去看看，咱们律所什么时候上过社会新闻的头条啊？啊，把一个老年人气得心脏病发作了，这明摆着，他是要告我们，而且我敢说是一告一个准。前段时间有一个人在电梯里劝一个人不要抽烟，结果两个人发生争执了，那个抽烟的人急火攻心去医院了，那个劝抽烟的人被人家属给告了。那也没告赢。嘟囔什么嘟囔？老大，您别生气，您放心，肯定没事的。我刚刚去了一趟医院，医生都说了，他根本就不需要住院。那他为什么住院了？他非要闹啊，而且说自己无儿无女，医院也不好赶他，也怕影响不好。他的医药费你出，责无旁贷。你们俩接下来什么打算？明摆着，他们这是要赖在你们身上。没关系呀，他喜欢住院，那就让他住好了。我也乐意拿钱让他治治病。哎，丽娜她爸上热搜了。丽娜姐的事儿在极客上也炸翻天了，好多人在下边留言。你看，你们给评评理啊！自己女儿的家，这亲爹为什么不能住啊？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能给我们说说吗？嗨，你们不知道，我这女儿啊，特别的虚荣。自从她到了大城市之后，就没跟我联系过。她还把自己名字改了，她原来叫厉小娜，她把这小字去了，这让我上哪儿找她去啊？不是我抛弃她，是她自己把名字改了，她躲着我。丽娜在哪儿？她在休假，把她叫回来啊！她在海上，游轮上没有信号。我不管她在哪儿，你负责把她叫回来。你告诉她，躲不是办法。自然血亲产生的父母和子女关系，是基于子女出生的事实来产生的，它不依靠任何法律程序，也不依靠任何人为的方式来终止的。我换句话说吧，我退一万步讲，他的父母要是真是个混蛋和罪犯，你都不能终止和他的父母关系。这对子女是不公平的。说，确实不公平。一个男人年轻的时候抛弃妻子，现在年纪大了又要求自己伤害过的儿女进行赡养和照顾，这不等于是惩罚无辜的儿女，鼓励混蛋的爹娘吗？这是以德报怨。对君子以德报怨，对小人还真得以牙还牙。
你是打算以德报怨呢，还是以牙还牙呢？那要取决于对方是小人还是君子。我警告你，速战速决，对方可是弱势群体，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咱们在欺负老年人。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他对我是百般的嫌弃呀，百般的刁难呐。他生怕他的同事知道有我这么一个爹。古语说得好啊，狗不嫌家贫也。我是没本事，但我是他亲爹呀。他倒好啊，吃好的用好的，他洗把脸还得用一什么仪器。我呢？啊，他亲爹呢？他亲爹是露宿街头，沿街乞讨，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朋友们，你们说说，有这么当女儿的吗？太没良心了吧！罗宾，你给我说句实话，这个黛西是什么来头？不管他有没有来头，我们都不能把他开掉，把责任推到他身上。不是我把责任推到他身上，是原本就是他的责任。是厉伟正，是厉伟正在那儿耍无赖，您我都知道。就算厉伟正是个混蛋，你们家黛西也不是吃素的。这录像我看了，你想再看看吗？天下有没有不是父母？我告诉你，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政府领导别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可贵的品质，强烈的正义感。两回事儿，正义感和正义的冲动是两种品质。老大，如果我们把黛西开掉，那就是在跟律所所有的年轻律师说，不要为律所卖命，明哲保身吧。因为你为律所冲锋陷阵，而律所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把你拉出来当替罪羊牺牲掉。你拿主意吧，你的高级合伙人还没有通过，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得惯你。你黛西，选择吧，谁负责？我负责。咱们又回到当初那个话题了，你为什么要对一个实习生的冲动负责呢？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冲动，而那时候是您站在我前面为我那些冲动负责。如果你需要一名律师，我可以。可怜的孩子，吓坏了吧？我把我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如果你被告了，你需要一名律师，我可以做你的律师。我是一名很棒的律师，你不用考虑费用问题，我为你免费。另外，我跟你说啊，我跟律所里所有的人都说了，不许就此件事情发表任何的言论，啊，也不许接受采访。还有就是那段监控录像，不允许把它发到网络上去。那段录像啊，我看了，你不用担心。虽说呢，你的表现不能算是完美无瑕，但是那段录像啊，充分地展示了什么叫碰瓷儿，什么叫老人变坏了。他那天啊是这么捂着胸口徐徐倒下的，看眼地，可真正的心脏病爆发呀是这样的。曹老师，找律师找我。谢谢。
我建议啊，你跟黛西最近最好躲一躲，别发声啊，也别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你的意思是任由脏水泼到我们身上？我的意思是唾面自干。我没那么好的修养，你别误解我呀。那好啊，如果以后有人往你脸上啐唾沫的时候，我一定建议你唾面自干。哎，这唾面自干的书面意思是说别人往你脸上啐唾沫啊，你呢不把它擦了，让它自己干掉。但实际上啊，这是一典故。这唐朝啊有个宰相叫娄师德，他呢深得这个武则天的赏识，所以引起很多人的妒忌。所以呢，他就在他弟弟出外做官的时候，跟他弟弟说我呢现在受到陛下的赏识，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妒忌我，在陛下面前进我的谗言。所以你这次外出做官的时候呢，一定要事事忍让。其弟贵曰：“自今虽有人唾某面，某视之耳，素不为凶忧。”翻译成白话文呢，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啊，哥哥啊，如果有人往我脸上吐唾沫，我就把它擦掉就算了。我一定不让哥哥担忧。娄师德说什么呀？师德忧曰：“此所以为吾忧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怒视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啊，不是自干，当笑而受之。”什么意思呢？他哥哥说这个呀，正是我所担忧的。别人往你脸上吐唾沫，为什么呀？是因为人家生你的气啊，人家怨恨你。你拿手给擦了啊，这样你就违背了人家的意思，你会加重别人对你的生气和怨恨。那应该怎么着呢？别人往你脸上吐唾沫，你不去擦它，让它自己干掉，而且笑着把这事儿忍受下来。哎，我这跟你说话呢，所以说这唾面自干的意思啊，是说你不要去激怒别人。如果别人往你脸上吐唾沫，你要笑而受之。我就想知道啊，那兄弟俩后来怎么样了呢？武则天改唐为周，定东都洛阳为神都。这哥哥娄师德呀，得到了重用，出将入相，屡建奇功啊。那我想请问，那个唾面自干的弟弟又怎么样了呢？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必须交给我处理啊，我处理比你处理更合适。你现在已经被人贴上了无良律师的标签，不管你在做任何事儿，别人都会对你指指点点。我喜欢被人指指点点，我不喜欢。这是你的休假申请表。这是我5年前的休假表了，依然有效。你从明天起开始休假，你的工作暂时交给何塞。好，但是我有个条件，说，绝不能把责任推到助理或者临时工头上。必要的时候，我会让你负全责，比方说，吊销你的律师执照，